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 Land 的频道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讲 RN，是我很早以前刚接触付费的 VPS 的时候介绍的一家云服务器厂商。那他家和 CC 并称为最具性价比的代表，就是性价比双雄，一个是绿厂，一个是蓝厂。小伙伴都是刚入门的话，对 VPS 不是特别了解的话，什么是 VPS？ 我有一个 VPS， 我怎么去玩耍，都可以去考虑这一家的云服务器厂商，因为他家$10左右基本上就能玩一年，$10的话大概70几块钱、80块钱一年的小机你都可以玩上。主要是在美国的西部、中部、东部都有机房。那我们今天体验的是他家的$17的这一款。为什么要使用这一款呢？是因为只有2核2G 以上的机型才会有洛杉矶的机器，DC2 的机房。如果小伙伴呢没有特殊线路的一个需求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最低档的，它呢是有美国圣何塞的机器，就圣何塞也是美西嘛。如果你是刚入门的话，那可以直接使用这个链接。缺货了，我还想录视频呢，真缺货了。那我们录视频的时候呢，发现它那个双11的活动已经下架了，然后我们点开的时候呢，它都已经缺货了。那现在呢，它已经有一个黑色星期五的购买页面，我这边分为3个阶段的，只有 CPU 是2核心的才会有洛杉矶的机器。购买按钮，购买页面往下滑，可以看到洛杉矶 DC2 的机房，同时它这块会显示 IP 地址，进一步确认这个 IP 在你的网络下是否可行。这边是中国移动，它的延迟是在190，你可以根据这些 IP 呢去测试适合你自己的网络延迟。这个地方呢是换系统，主流的话就是乌班图和大便，选择大便13，进一步调整你的 CPU 内存的规格，就可以点击黑五的套餐进行确认。我们依然点击这个下一步。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填写注册一个新的账号，填写你的支付方式，包括银联、支付宝。我是用的这个信用卡来支付的，你也可以使用虚拟货币 BTC、USDT 来支付。这边呢进行勾选，完成注册，订单页面，然后你点击立即支付就可以了。这边呢就会等待它激活，大概等个5分钟，然后就能获得这样的一台机器了啊！因为我当时是双11买的，是$7.66的这个，跟黑色星期五的规格也不一样。我们把页面向下滑动，看到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。我这边呢是 4.9T 的流量，我已经使用了16G。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面板登录的信息。会给你发邮件的，可以获取这个用户名，将你的用户名和密码输入，登录好以后，你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啊，这就是管理你所有 VPS 的。它和其他的云服务器厂商还不一样，它嵌套了一个管理面板，那这个就是它真正管理服务器的面板。刚才外部的那个只是它的一个账户管理面板，对这台服务器进行一些基础操作，比方说重启啊、暂停、重装系统、VNC 急救救援模式。接下来你就可以去使用SSH 连接工具去连接你供 IPv4 的云服务器，这是我自己的 IP。像你的 IP 用户名、用户密码都在邮件里会告诉你的，重装系统同样也会把新的密码告诉你。好，那我就直接用我已经安装过的 Telemuse SSH 连接工具去连接我 RN 的这台机器。好，我们在这边点击添加服务器，这边呢把 IP 输入进来，这是一个昵称22默认端口 parse root， 密码给到它，最底下点击第一次需要确认，我们就连接到了 RN 这台服务器。在浏览器输入科技LAN .sh， 我们就可以复制这行命令，右键进来回车。脚本的主菜单选择1，当前机器的一个状态。我们使用的是英特尔的 CPU，2G 的内存，35G 的硬盘，运行了6天。好，你可以选择8进行一个测试。我一般会使用这个2先测下解锁状态，会测4质量的这个16路由情况的概览。联通是走4837，移动走 CMI， 电信是163，骨干网都是自家的线路回程。然后我也会用17进行一个3网测速，我还会用21进行一个性能测试，括硬盘还有 CPU 的单核多核的性能测试。我大概就会用这些命令来去体检我们刚买到的机器。体检完以后呢，我建议大家就是重装一下系统，因为这些
测试软件呢，它会装一些其他我们可能不需要的一些组件会占用我们硬盘资源，占用我们的运行。体检完以后，用全新的系统，这边13进来，选择8，在这边来去安装你喜欢的 Linux 发行版系统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选择13，选择这个22 SSH 防御工具，这个是 FireToBan。那这边呢，选择1就进行安装就行了，它反正是全自动的。安装好以后就是这样的，我们 SSHD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去监控并且拦截。我们这边呢选择2，看一下监控记录，目前呢就已经拦截了7个尝试暴力破解你的服务器，选择3，它会实时录入暴力破解你机器的一些 IP 都会被封禁。RN 有些数据我们测试是比较花时间的，所以我提前都为大家测试好了，大家可以在博客里头去看到它的一个解锁情况。然后这个是原生 IP 的一个展示， IP 纯净度的展示，以及它可以25号端口开启。这是电信的路由，走的163转教育网，这个是移动的路由 CMI 的，这个是联通的路由，这个是电信的路由，自己的网络回程。洛杉矶圣何塞，然后转到上海，这是广州电信、联通、移动的一个路由情况。在下面呢就更详细的包括每个省的回程采用的哪种方案，以及国外的延迟、重传、转发数据的效率情况展示。测速的一个状态，我们主要看上行，看延迟，这个是海外及国内的情况。 CPU 很一般，英特尔的中等水平，硬盘其实还可以从指标上来看，不是什么100-200的那种硬盘。总体上来讲，洛杉矶 DC2 这个小机的表现延迟还是不错的，没有什么太多绕路。然后原生 IP 解锁状态呢又还可以，25号端口，支持邮件服务器。然后线路虽然不是那种顶级的线路，但是延迟稳定。所以这么便宜的机器，你可以自行的去考虑。如果你觉得洛杉矶这种2核2G 的规格有点高，你就可以买那种圣何塞的机器，价格摆在那边，1年花不了多少钱，还有足够多的流量。一般来讲，大家1T 的流量，很多人就已经用不完了，能满足80%-90%的小伙伴的需求。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RN 在黑色星期五为大家带来的一些活动。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